那个傅昆萁是不是也有给你小？我选举期间没有发送那个，那是我选后之后，选后之后的事情了，对，所以每一个人的状况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这个部分的包含是政治现金，所有的都是没有问题，欢迎来查。今天要更正啊，因为昨天我接到我的朋友电话，就一个企业主说他那个钱他付掉了，然后说你去找找看有没有发票，我没有找出发票来，然后这个发票，大家拍一下，28万的发票。所以一开始是忘记了，忘记了，真的忘记了。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是康社会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李功南、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清煌，五哥好，大家好。好，那在昨天中午在台中星光三院发生了不幸的像这样的一个气爆的一个事件，那当然希望死者安息。可是所有的过程，伤亡的人数现在看起来大概30左右。那希望这些受伤人都能够受到最好的一些的照顾。整件事情到底怎么发生？你可以注意到，好，包括第一时间，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媒体上生活报道到震怒，然后这件事情连总统赖清德在脸书上面都发表了一些相关一些看法，要赶快找出原因，然后大家要非常注意这些事情，所有这一切。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下面，救灾包括政治勘灾，这是一回事；而在整个大罢免风潮的时候，所有的一点点风吹草动，是不是都可能会跟政治间做出一些相关的一些联动性？可是这整件事情。创下理工男，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那个单纯的，但这整件事情让大家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是，天然气3天前就切了，也没有粉尘，对一般人来讲，那个爆炸，那个爆炸到底是怎么气爆出来的？好，除了这个以外。当然，你说就算说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也不应该有那个不幸。尤其你说对澳门来台湾旅游的一家人来讲，那讲是因为说还好不是在中午，不是在人潮非常多的那个时候，可是也已经造成这么严重的伤亡了。基本上呢还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他们在台东人也讲了嘛，中港路的刚好是红灯哦，不然如果那个车子那平常都那么多的车子，你炸出来那么多的快速，因为那个爆炸声。那个速度都被加速的很快，那都变成是一种散弹一样了。哦，幸好，可是这种幸好里面呢，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么一个庞大的公共灾难？我相信这个东西一定要这些火场专家，要科学见识，因为呢不是粉尘，对，因为那个状况出来状况跟粉尘不一样，然后呢是有闪焰，但是闪焰的原因呢，也不是造成这么大爆炸的原因，然后瓦斯或乙炔。好像也没有容易，是啊，那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是爆炸，因为300公尺、600公尺，像我有朋友住在西屯都听到声音了，那个声音很大，就代表着整个空气是瞬间被挤压，挤压之后冲出来，所以达到音爆，所以音爆那怎么可能就是起火点？可能有一些什么的物质刚好就是瞬间的快速的增温，所以空气膨胀，膨胀之后就向外挤压 ，OK， 就把其他的空气挤压之后。就达到了 shock 的位置，shock 的状态就爆炸出来了。所以到底什么原因？我相信这还是要专业的。当然，可是呢，这里面我会讲这么多，就是其实所有的公共灾难，所有重大灾难，我最喜欢看就是重回机现场或空中浩劫，一开场就有一句话，所有的重大灾难都是由一连串不经意的失误所造成的。那现在呢？台湾整个社会，第一个这件事情，我们当然希望它赶快理清。然后接下来，因为有这么大的爆炸，所以也要看看那个12楼和这个房屋的结构，要搞清楚，才能够复工，当然才能够复业，然后抓出来。但是另外一个是这个复合性灾难，对于大罢免来讲，恐怕是国民党的又一个复合性灾难。为什么呢？因为这整个冲出去之后，第一件事情是，难道可以有？这个状况，尤其是这么重要的百货公司，这么多人潮的地方，你可以不加以申请就施工，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这是一个恐怕未来台中市政府卢秀燕都要去面对的。那第二个呢，大罢免里面从一开始的时候，廖伟翔，就是列在名列前茅，然后常常跟叶元之在争谁是名列前茅。就昨天呢，大家也傻眼了，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你怎么会在现场？然后在那边直播，然后直播之后，然后刚开始大家讲说，你在干嘛？出了这种事情，你是一个政治人物，你是一个立法委员，你赶快下去关心，
如果你连关心都没有能力，你下去抚慰受惊吓的群众，那也是算一个起码政治人物会做的事情嘛。结果他这边开直播，然后开直播之后，然后呢还没有戴安全帽，然后你这个所有东西都不规格、都不规则、都不合格，所以其实变成是廖伟翔，你当然跟这场爆炸没有关系，你刚好就在那附近吃饭。可是一个政治人物碰到这种事情，你看你们的赖清德就是不是帮人家医生专业救了一个人？赖清德的声望当时在台南是这样起来的嘛？你一个政治人物这时候就是关心，你是一个民意代表，你就是关怀，结果你那边做直播。然后好像只是在秀你自己，我在场，你在场干什么？然后呢，你要抚慰，如果你没有能力抚慰，你至少想作秀也可以。政治人物有时候是我们讲实话，这比较冷血一点。政治人物有时候本来就是嗜血动物嘛，那你作秀就要做得漂亮嘛，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呢？所以你到底干嘛？所以他脑袋到底在当时的现场，我们不知道。他说刚好他也在附近，刚好他在什么状况？可是你的脑袋面对这事情，那当然会被罢免嘛，因为。你真的适任吗？你现在不但是立委，不见得适任，你的能力、你的政治判断力，连当个起码的民意代表，我相信一些市民代表、一些市议员，反应都比你快得多，都比你正确得多。OK， 当然这整件事情发生，从昨天第一时间到今天，你看媒体，台中市长卢秀燕表达震怒，然后包括所有的包括照顾啦这些，那次第上面的话一直，然后包括在第一时间的掌握，当然你说廖伟翔这一块引起大家非常大的一些讨论，就是政治人物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会在现场直播。当然，你今天有看到另外一则新闻，当然也有包括消防的一些弟兄啊出来帮廖伟翔讲说，他真的有帮上一些人忙。可是再怎么讲，你说在第一个时间，第一个时间，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尤其政治如果到场。是不是有可能？如果太重大的灾难，中央地方的协调的时候，也许立委可以帮上一些的忙。可是跟直播之间的关系，大家重点应该就摆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帮忙协调，可以帮忙关心，都好。那当然我在画面上我也看到廖伟翔好像有个摩托车要过去，他好像也跟人家讲说要绕道或什么。但不管怎么说，那个直播，你只要立委到那附近，人家多多少少救难的人、救灾的人，还是要问一下这委员啊，什么这些。可是这一段。他单纯只是廖伟翔一个人吗？还是这件事情，因为在现在大罢免风吹草动之下，怕的都是会被整个第一个单一事件的渲染，第二个它会变成一个所谓的破窗效应，它甚或会变成扩散、溢散到其他人身上，会不会？我觉得你看廖伟翔昨天的动作，那个套一句那个陈东豪的形容，你怎么感觉像观光客？在那边绕来绕去，走来走去，那是一个灾难现场哦，那是一个灾害现场哦。然后你从过去一路看过来，大家去灾害现场里面，有人表现得宜，有人表现被骂，有人表现被骂。你比如说，当初过年前，我们还记得台南大地震，当初张善政是行政院院长，你看他第一时间有没有到现场？他没有，他在很远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大灾难的时候，一些高官们最好不要去，因为你一去，一堆人要陪着你。那第一现场里面的救灾人员或是指挥官什么都还要来跟你汇报事情，那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哦。那第一现场当然是交由救难人员、救灾人员全力抢救。生命嘛，那当然你说有一点例外，就是地方首长因为自己辖区发生大灾难，他第一时间赶去了解，也都还可以被接受，还都可以被接受。那你说，这样的一个灾难现场，我觉得，因为它的规模性、它的区域性就在一个定点，你说。立委去真的能帮上多大的忙？我打问号。因为消防人员、救护人员全部都已经在现场，然后市长也交代交管等等。是，我觉得最莫名其妙，你去移那个三角锥干嘛？那一个是那个现场维护的时候摆出来的安全锥，你去挪那个安全锥干嘛？而且挪的那个位置，你就看到你移20公分跟30公分干嘛？你去挪那个位置干嘛？然后，当然你又配合了一些媒体在那边走来走去，那个直播现场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是一件让人看得很不舒服的事啊。我觉得现在罢免风潮里面，任何一个人的单一行为都可能
会扩散，现在大家就重提了，王宏威当初直播那个大直房子对不对？说他在里面还在乎自己的帽子歪不歪啦，还笑啦，等等等等，也被拿出来讨论，它会变成一个你任何一个人被罢免帮里面的任何一个人的动作，你全部现在都要很小心，因为你会不断的波及你廖伟翔又扯到王宏威的直播，你李彦秀的房产会不会扯到其他人家族的房产？然后你徐小新跟这个曹新成的战争，一老一少，什么反共啦，或所有那些全部都摆在里头。一老一少会不会有波及？因为毕竟曹新成对徐小新来说还是年纪大嘛。那你就回想到，初选的时候你是怎么对费鸿泰？我就说，难道你对年长都是这种恰牙牙的态度吗？那这样子那个仇恨值一飙高，大家看到徐小新，你就会回馈，一直到地方扩散。国民党对老人家都是这样。房产你看我们选区里面，你看当初也侵占国有地，还弄那个停车场收费怎么样？他那个议题一路一直扩散，不是只有一个单一人的单一课题。我说现在的罢免，它是跨选区扩散的，OK， 它是跨政党，它是跨政党扩散，我说现在的罢免，它是跨选区扩散的，OK， 它是跨政党，它是跨政党扩散，你廖伟翔或是所有的立委一个不当的动作，大家就去翻被罢免的其他的人是不是过去也有类似的行为，一直被搬出来，一直被搬出来检视。所以现阶段看来，廖伟翔当然这个示范当然会扩散，尤其他还说了一句话，说他原本要去星光三月，好险什么逃过一劫。那我就反过来问一句话。你逃过一劫，那4-5个人死亡受伤了。那澳门那些人，对啊，你说你怎么去说？就你逃过一劫这种话，好像说你有一点幸灾，就说你看我逃过了，那个被人家的解读会很负面。你逃过了，那现场死了多少人？现场受伤了多少人？逃过了就安静一点。不过这整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它会不会已经变成一个看待政治，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不管天灾人祸在眼下的处理跟后续的政治效应，尤其在眼下大罢免风潮之下，包括严桃园、俊宪委员两位在这，现在看起来的话。先请教一下俊宪委，所以好，那包括王辉有讲说，你们那些侧翼不要这么没有人性，好不好？这什么时候了？干嘛去消费那什么？那这所有那些过程，那包括廖翔他也没有那样一些状况。现在看起来这些事情是被渲染的吗？我讲，因为这个是全国超级大新闻。这个哪有什么侧翼不侧翼？不要你自己做错事啊，那种砍头下面侧翼在骂你了。如果昨天的那个状况，如果廖伟翔是离现场很远，那真的是有一点像叫大家不要去。你说所以因为他几乎就在灾难现场嘛，就在三角锥的那个封锁线。所以如果你是离了很远，打开盲起才不会干扰人家警消的工作，都远远的看。那第二个，他说要告诉大家发生什么事，你哪知啦？你哪知道警察代志了？对不对？而且通常这种灾难一定会4-5会有人出来讲话，或者警消。有连市长自己都出来有讲，消防单位出来讲嘛，他告诉我们做什么事嘛。你说你立委下面协助什么义交，就是指挥交通，你胡说八道，你有没有请最后啊？你们每个人市民都认识你你怎么你是别人指挥交通呢？这错就错嘛。如果你现在如果一再的辩解，你不是害到叶元之嘛？你说这个火会烧嘛，对不对？这种事情就是已经好几天没人提他，你一定要提他。对。但我觉得重点是，全国现在在问的中正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百货公司说只是柜位在改，
这很平常啊。改柜位不可能造成平常啊，我百货公司经常在换柜位啊。啊，就换柜位，那你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不是粉尘，不是瓦斯，也不是天然气，不是瓦斯，那我到底几上？对啊，威力这么大，而且他那个后来有看到整个外观影片的爆炸嘛，哇，这个恐怕如果炸弹的话，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哦。那以后的这种公安的话，你不是要吓死人？当然有人说不幸隆重的大庆啊，他不是在周末了哈，周末啦，然后什么周年庆啊，或者说外面刚好红灯，爆炸那一刹那，如果是绿灯的话，新光商业前面那条路在台中是塞车出名的，马路上满满都是车，哇，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现在是原因查出来比较重要，那如果有必要修改公安规范的，那赶快来进行。我觉得大家重点应该放在这个地方了。对。我很请问一下，刚才其实义父有提到，因为台南大地震那一次，我记得，因为那时候赖清德好像是当市长，张善政是行政院长。那一次大家有讲说，就是中央跟地方的在救灾的合作上面，那次是被大家称道的一次嘛。国民党中央执政，然后赖清德总统那时候是市长的过程。那次发生的大地震，像您那时候在地方也是当民意代表，对，我那时候是立委啊，立委嘛。那你们那个时候在像那样的大灾难的时候，你们会要怎么帮忙？又不会被大家讲说你姐你未来家，我光招呼你都来不及了，然后我还要去救灾，因为台南那次的大地震大嘛，维冠大楼啊，对，什么这些。那你们那时候要那时候第一次，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讯息不是很清楚，只说有一栋楼倒塌，那因为天还没亮，那到现场的时候啊，就走那个巷子里，竟然淹水啊！没下雨怎么会淹水？我原来是压断那个大水管嘛。然后赖最早到现场嘛，赖后来说他到现场一看，他说：“哦天哪，他没有想到是这么严重，是说因为那个社区是好几栋，好几栋一起倒。赖从那一刻开始，他就因为警校也到现场啊，他就在现场直接开设指挥中心，他就再也没有离开了。市长就他就住在那里。OK， 他就没有离开那个现场。后来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到后面去陪他啦。那他在那边就是因为有些家属会心急嘛，大家知道抢救就有黄金时间嘛，然后家属有时候就是会投诉，他消息会乱传，然后赖在现场他都亲自接见嘛。你的问题是这样，好，那是哪个副德文，那哪个小队，马上当场来对，看能不能解决啊，或者说讯息是不是有错误误传 ，OK， 等等，他那次的灾难大概是这样，但当然现场是整个大，是整个大风水，那赖也因为那一次的救灾，他才成为一个就是说政治明星，可是那一次也是让大家觉得，如果大家都没有党派之分，然后在发生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发生天灾了，如果大家还各自有成见的话，那当然很麻烦，你知道。现在同样的状况，事情发生，你看我卢先生市长在第一时间讲，他因为市府不远嘛，他说他听到声音，然后第一时间有通报，对，他就赶到了那现场，然后开始，然后这次廖伟翔引发出来的这一段，刚才有特别提到，会被拿来当做这样的一些的扩散吗？或者你觉得，包括不管是廖伟翔啦，或甚或洪伟也被拿出来讲这些，你觉得他们在过程当中有不当的一些情况？对，基本上武哥，你看到这整件事情我感觉好像现在还在搞罢免，还在搞政治。我们甚至很多群组竟然在救灾的讯息还没有出来推播之前，所有的梗图绿营的车梗图已经出来了，说什么他直播，然后他跟这个有台的节目的那个双框放在一起，速度之快是半小时内，好像中央厨房一张接着一张，在半小时之内我就收到4张，所以这到底是在帮助救灾，然后去缅怀，就是说很去悲痛的看这些逝去的人，还是在搞罢免，还在搞政治，所以这中间会有几个问题，就是说你去看这个廖伟翔他直播的时候，不是有个义消在下面帮他讲啊，他说廖伟翔在现场，他不是到那个 block， 他是前一个路口，他真的在帮忙做一个交通或这些相关的疏导的工作，结果这个义消就直接被绿营的网军出征，说你是收了什么好处你才讲这个话。他刚才又出来回应了，他说他根本就没有受到这些好处，他确实觉得廖伟翔不是在蹭。好，我觉得这过程中牵涉3件事情。第一个，你知道这些绿营侧翼马上讲说王宏威你在删这个民防跟消防的预算，
后来发现没有啊，他1毛没有砍民防跟消防的预算是什么头盔啦，砍了之后啊怎么样，就发现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讲说大家都蛮熟悉的郑兆兴副市长，他在把这个 P 图，因为这边有一个 logo 的，他把郑兆兴受访的画面说他戴反了，说他的头盔戴反，后来发现他根本没有戴反。他的绿营的侧意是说，你看，你一个副长到现场，你连个头盔都可以戴反，你还可以指挥什么？就这种操作一直来。可事实上是什么？台中市长卢秀燕市长的团队卢妈，她在11点34分，她马上就说，在附近而已嘛，因为那个市政大楼是不是地震？就后来发现，马上回报是星光3月的气爆。然后一路所有的局处来回报，马上来支援。我就讲一个事情就好了。如果廖伟翔他身为台中的立委，他去现场做直播，然后他说他是在疏导交通，那同样的标准是不是可以适用在其他台中的立委？应该可以吧？结果大家发现，一直在传说要选台中市长的蔡其昌立法委员，他在气爆之后的当天晚上，他跑去哪里？大巨蛋看棒球。在他的 IG 截图，我已经全部都截图下来了。他跟黄伟哲在比战，气氛热烈，喝着咖啡看球赛，宛如台中的灾难跟他毫无相关。按照绿营的侧翼，不是按照我的标准，按照绿营的侧翼的标准，蔡其昌该不该被罢免100次？因为你看昨天晚上，就连蒋万安市长跟张善政市长就临时取消桃园跟台北的台湾灯会的合体行程，改为有的更改，有的去看那个小农市集，有的就干脆就延后。这才是一个政治人物，在台北、在桃园，我们都这样做了。你一个台中的立法委员，你一方面请你的绿营侧翼去洗廖伟翔，同样的标准，你去看棒球，欢乐的气氛，我觉得在台中市民的眼里，会不会觉得你没有同理心？董好，刚才您讲的，所以政治人物大家都拿出来直接比较吗？是这样直接做一个比对吗？而这所有事情罢免之下，大家都知道，选举罢免都一样啊。少犯错，尤其罢免，大家都讲说怕丢，咖啡丢钱，因为那你如果引起大家的仇恨值更不好。但这件事情对廖伟翔来讲，他是在招仇恨值吗？或者刚刚领导讲，如果这样，所有政治人物全部都摆一排，大家一起来看，是这样吗？江启臣副院长就说不要去现场，对不对？江启臣副院长说不要去现场。廖伟翔的直播影片还在他的脸书上，还在播啊。大家自己看嘛，我不用多讲。蔡其昌大巨蛋，因为经典赛我们跟韩国队有一个，他是会长嘛，他是会长，然后我们邀韩国队，我们两边做了一个热身赛，12号、13号吧，还是几号？昨天跟前天2场，他算地主了。昨天跟前天2场，他算地主了，所以他的身份大家各位观众可以自己去做个评价，就是说，因为经典赛的事情事先邀请了嘛，那蔡其昌是应该人在台中，还是应该在现场？那就在现场，到底该不该立委，到底要不要去现场？廖伟翔因为星光3月台中店是在他的选区，他是西屯，他是西屯南屯。劝大家很简单，不用听我的啦，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看，你去感觉，你觉得他这个时候在讲的东西像一个立法委员，还是像一个观光客？国民党当然可以帮他讲话，你自己去看，他像个立法委员，还是像一个观光客？不想讲这个人，当个立委要有素质，这有什么好讲的？在那个现场不要靠过去。当个立委在那个地方，你帮助了什么？摆那个三角锥，义消义消义警他们不会处理吗？我不晓得他帮了什么。救护车要离开，有一些送货的货车不知道，到了现场才知道星光3月出大事了。现场再回转，谁在指挥交通？
那廖伟翔，你也可以说你去帮忙指挥交通啦，也可以啦，你要这样讲也可以啦。因为刚好遇到他被罢免联署，这个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谁可以决定廖伟翔的命运？西屯南屯，国民党基于同志该不该帮他的同志讲话，我可以理解，但是能不能凹得过去？就是危机处理当你发现有一个地方可能会有状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有时候我发现，在政治上这几年，由于过去这1年来，不管蓝绿，我相信都有犯错的时候。犯错的时候要他道歉认错，好难呐、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嘛，谁犯错比较多？讲到消防头盔的事情，原来的提案是3呢。原来的提案是说，那个头盔是用来战争用的吗？是因为被大家反映了以后才取消的。如果没有被反映，没有被讨论，它是不是就被删了？再回去看爆炸现场那个画面，我相信你这几天的这个电视新闻里面，你都可以看到星光3月11楼、12楼那个画面。对啊，内部画面。对消防人员讲，如果那个时候还有火，他要冲进去的时候，那个头盔真的也买好了，会不会给他们多一点保障？就是有没有犯错？你廖伟翔个人的事情要变成国民党共同承担嘛？如果国民党要这样子解释，我也没意见，因为裁判不是我只是2300万中的一个人而已。我唯一就是因为我有这个机会坐在这个地方，我的声量会比一般的老百姓再大一点。可是谁可以决定廖伟翔做的对不对？他的权利。那国民党会不会引火上身？就全台湾的选民。OK， 青王，洪威他有讲说，选区的委员到现场。那为什么要被讲成这个样子？当然，因为他有被拿出来讲说，当初中山大池那个地方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他就讲说，大家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没有人性，然后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因为这次的事情真的大，你光看刚才画面里面，包括爆炸，然后包括那个现场，那真的是宛如炼狱一样，你很难想象怎么会是炸成这个样。而这整件事情如果一路往下烧，好，你自己的判断觉得，他会对于整个大罢免，尤其刚才。东豪的意思是说，整个国民党都会被扯上去吗？那除了这个外，真的国民党很多人会不会被扯到同一件事的？应该是这几天那个战天下的那个文宣品，那件事情如果要真的把它拿起来讲的话，就那件事情，因为牵扯到大概有20几位的国民党的委员嘛，在选举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买那些所谓的修容小物这些？对，那个如果要是再往下去讨论的话，结果怎么样不知道，但最起码在讨论的过程。很多国民党的委员都在这里头。对，这2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要讨论说廖伟翔的这个行为，他到底现在很多批判他，这是有人性还是没人性？其实非常的简单，你把廖伟翔跟被罢免的廖伟翔2个事情把它拆开来看就好了。那再更具体的讲，一个政治人物跟一个被罢免的政治人物，把2个概念把它拆开来看就好了。就一个政治人物，如果他在灾难现场去开直播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行为是对的还是不是对的？好，这跟他有没有被罢免身份，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当你拆开来看的时候，事情就很明显了，因为你只要把几个动作还原给大家看。第一个是。这个廖伟翔在现场开直播的时候呢，昨天我在看的时候，我很讶异。我讲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哦，就是昨天这个直播在开的时候，你知道有台的政论节目呢，一开始根本没有把这个题目排进去，是因为在开录前15分钟，因为他做了这个动作，所以他的题目就临时被加进去，大家谈了1个小时。所以你觉得这件事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嘛。那为什么重要？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会觉得一个政治人物在灾难现场做这件事情是很离谱的嘛。所以这3个图也是我昨天临时抓下来的。你看第一个图这个地方下面的留言哦，留言的这个人是就2周年追踪廖伟翔的人，所以上面有个2周年追踪者的标签。然后呢，下面说他秀过头了，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常年追踪廖伟翔的人，他觉得他这样秀过头了。然后再来，你看哦，廖伟翔这个动作呢，在下面他告诉你他自己讲的话，开直播的时候他说。
那个还在往下掉，它可以飞得非常的远。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告诉你在现场还是有危险的嘛，气爆现场还有东西会飞出来，还在往下掉，掉下来可以飞非常的远。那飞非常的远，那我只问你一件事情，有没有机会砸到廖伟翔的身上？有机会嘛？所以等于说你不是救灾人员，然后你也不是消防人员，然后你也不是医疗人员，但是你在现场呢，其实你就是在这个灾难现场的当下，你自己也身处在风险当中，他连那个工地用的那个安全帽他都没有戴。所以呢，如果廖伟翔在当时出任何的状况的话，你是不是替现场的这些警消人员跟医疗人员找麻烦？是嘛？因为本来可以不用的嘛，所以看到这几张图的时候，当下很多人都觉得很夸张。昨天呢，这个你知道有台同台的这个国民党的同志啊，这个廖伟翔的同志替他解释的时候呢，你知道替他解释说，这个廖伟翔呢是忧国忧民呐，所以才有勇气到现场去开这个直播啦。他讲完的时候呢，你知道现场大家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哦，就忧国忧民，所以一定要到现场开直播。结果后来他很生气。你知道为什么他后来很生气？他前面替廖伟翔解释说他忧国忧民，所以去开这个直播，这要有道德勇气。后面听到说他是为了有台记者的要求，所以到现场开这个直播，哇，他想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前后觉得自己有被打脸的感觉，你知道吗？就录影前跟录影后呢，他的态度就不一样。所以请问，即便是他国民党的同志，知不知道这个行为是不妥的行为？知道嘛？所以他一定知道这是不妥的行为嘛。然后再看第三个，你再看这个让我觉得这更夸张。这件事情呢，还是透过新闻媒体的部分报道出来说，廖伟翔本来要到星光三月去吃饭，然后结果呢，因为他的助理呢不知道哪根筋不对，说不要去，所以呢他侥幸躲过这一劫，还大呼好险。然后呢，他的助理还亏廖伟翔说，你差点害罢免团体没事干了。哎，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差点害罢免团体没事干了？你是讲说，因为廖伟翔如果出事的话，罢免团体就没事做？到底是谁到这个时候心里还在想罢免的事情？你的助理讲的话呢？而且五哥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一段话把它挑出来？这段话五哥如果没有廖伟翔周边的人告诉记者的话，请问媒体为什么会把它登出来嘛？就这段话大家看了明显这么不妥的话，那请问廖伟翔或是你团队里面哪一个人讲给记者听，或记者在旁边听到就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把它发成新闻，发一篇发出来了嘛？所以你看这篇新闻叫做廖伟翔铺原定星光3月吃饭。助理一句话让他躲过气爆，新闻是这样发出来的耶。所以这个新闻，我不知道廖伟翔自己到底有没有对这件事情的认知跟感知，但是他竟然把这件事情当作新闻的方式把它给发出来，请问到底是谁刻意在蹭声量，刻意要发新闻出来吗？这时候最好的做法不是最好默默的支援救灾，什么话都不要说吗？你怎么会连你差点去星光3月吃饭这件事都把它发成一则新闻出来？这不是摆明在蹭声量吗？所以这种行为为什么大家说非常不可取？是因为你看之前呢，这个台湾没办法这样做，但中国真的这样做了。你看这多夸张！东方航空的空难失事哇，竟然有建商直接呢做了一张海报，上面叫平安归家，下面叫做188到127平方米的阔景美宅，把它利用灾难的时候来做广告宣传。然后呢，还有在河南郑州的时候，也有人在现场摆拍网红啊。所以中国后来颁布了一个办法，要求不得消费灾难事故那结果呢，现在台湾看起来消费灾难事故的，请问这到底是谁？是廖伟翔还是其他人？最后，刚刚五哥提到说这个关于王宏威的部分，王宏威当时这件事就已经有争议了。为什么？你看看这个画面。这个前面我们只听到说王宏威呢在现场开直播，在基泰大直因为施工下面这个倾斜下线的时候，王宏威去开直播，对不对？那开直播的时候，大家讲说王宏威为什么要笑眯眯的？笑眯眯的笑眯眯的两段，一段是他为什么笑眯眯的，一个是他讲说他的帽子是歪的所以他说他把它扶正了，然后就现场笑眯眯的。第二段更莫名其妙。他说他的团队的成员为什么到现场来是穿拖鞋，特别把那个直播拿去照他团队成员的拖鞋，照完之后呢，说他本来只是要出来买咸酥鸡的刚好遇到这个状况，所以可以看到他穿的拖鞋就出来了，然后所以王宏威也跟着笑了，就为了这个事情开直播跟笑。我请问你，这个对现场的救灾有任何的帮助吗？都没有嘛。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2次的这个直播我们都很好奇，说这到底为什么会为了这件事情开直播，还会觉得自己。这个选区的立委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最后再回来讲罢免身份的这一段，罢免这个身份呢是除了政治人物之外，这是他现在的身份。王宏威当时有没有这身份？没有，但他一样被骂。为什么被骂？因为在救灾现场，这个身份跟这个做法就是不妥嘛。
了政治人物之外，这是他现在的身份。王宏威当时有没有这身份？没有，但他一样被骂。为什么被骂？因为在救灾现场，这个身份跟这个做法就是不妥嘛。然后所以你这个身份再加上被罢免的身份之后，他当然就会强化了那个罢免的意向嘛。大家会觉得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回答五哥刚刚的问题哦，就罢免这件事情呢，这个会不会因为他的动作呢，让整件事情继续往下升温？他能够升温多？我的答案是。他能升温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但肯定他是替整个罢免在添柴火嘛。因为罢免的目的就是要罢免不适任的立委，那你不是刚好透过这样的直播告诉大家你是一个不适任的立委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问题看下来，大家会觉得说廖伟翔在这整个问题上面，我觉得即便同党的同志都不是像林涛这样子这么有勇气的，可以去替他背书跟说明啊。OK， 当然你说在整个救灾的那个过程，那现在大家还在厘清所有的原因啦，包括其实包括对于所有的伤者，那所有相关一些的照顾，到底原因是什么？这当然对于往后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到底会是怎么样？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在大罢免风潮之下，是不是所有的一些事情都会跟政治扯上边？更何况如果单纯是整个选举跟罢免过程的事，邱王还是要请问一下，那个就是战天下这件事情，现在真的是要战天下了吗？就是很多的，因为国民党的委员包括了，当然你说国民党委员有直接跟你讲，所有东西都依法申报，要查欢迎来。那现在看起来的话，你觉得有任何不妥的地方吗？这先快速的讲两件事情哦。第一个是这个战天下看起来真的要战天下了啦，因为这个虽然说这个国民党有很多委员是真的有依法申报，但是确实有好几位委员是没有看到申报状况的。那等一下我们会挑出来给大家看，因为我大概有简单算了一下，至少有5位是没有看到申报这个修容指甲组的状况。OK，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个整个战天下这个题目呢，到底是谁把这个修容组傅昆萁所送的这个把议题给带出来的？这个当然要感谢我们的小平啊。所以呢，在这边要特别帮小平打一下广告哦。你看小平的修容组长这个样子。挺 manga 顾中正、钟小平、关心您啊，这个修容的这个7件组就在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说这个要感谢小平呢？因为整件事情大家一开始听的时候，只是想说他买到的这个修容组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些委员在用的是用很低的价格买到，那国民党委员对他的价格的认知跟民进党这边看到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大选中啊，这个桃园选区的吕玉玲对上了刘仁照。对上刘仁照呢，吕玉玲也去送这个修容组的这个7件哦，那个吕玉玲还不是7件组哦，吕玉玲的是8件组哦，其他人是7件组哦，那吕玉玲跟万美玲是8件组哦，多1支哦。OK， 然后所以吕玉玲在送这8件组送出去的时候呢，那个刘仁照方面就认为说，你这个市价价值至少100块以上，怎么可能这个在30块以下？然后所以呢，吕玉玲呢就提出了他的发票说没有，我这个才。这个总计1万份大概是28万多，所以一个才28块多而已，所以没有超过30块，没有贿选的问题。所以整件事情真的带出来的人，当时大选太多立委，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新闻。现在被钟小平一个人独立把它挑出来，因为吕玉玲说他是用买的，钟小平说不，我是用那个傅昆萁是用送的，所以我1毛钱都没有花。所以这整件事情呢，就登上版面，让大家注意到说，为什么五哥？因为这件事如果是送的，跟这是花钱买的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时候提到战天下这一家公司。战天下这家公司呢，是这个他的这个负责人叫苏义顺啊，他是这个傅昆萁的这个观光处处长。然后呢，这个身份敏感，除了敏感在这里之外，那他突然接受媒体访问，也承认这个战天下负责人确实是他。然后他说他只是选举的时候做个生意而已。那做个生意而已，如果他真的有本事从中国批到货，然后弄这么便宜的价格去卖啊，真的低于这个价格，那合法买卖做生意啊，这大家可能觉得问题没有那么大。即便有人在质疑说，你那个钱这么便宜的价格，是不是中国在后面撑腰？是不是有国台办补贴的？那五哥，这个没有证据，我们都还不能够讲什么话，因为你毕竟没有证据，所以有补贴没补贴，这个是人家有本事拿到便宜的，对，人家有本事拿到便宜的。然后当时还有人质疑说，真的能拿到那么便宜的吗？我跟你讲，真的就有这么便宜的啦。等一下我还可以证明给大家看。所以呢，这个质疑出来到这个阶段为止，凭良心说杀伤力都不大，都没什么杀伤力。但是呢，等到了钟小平，给大家看一次他的修容组7件组，钟小平7件组。当钟小平告诉你这个东西是用送的，不是花钱买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大条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在名单上面没有听到，就看到钟小平有申报这个部分啊。那请问钟小平这个部分他要放在哪个地方？他说是人家用送的嘛，所以没有看到他的申报。那如果这个东西呢是他送给你的话，再怎么样你也是应该有申报了吧？那你也没有看到啊。所以呢，这件事一挑出来之后，哇，我知道是国民党有很多委员也炸锅啊，觉得这一件事情钟小平你自己去处理就好，
这个跟我们都没有关系，王宏威就是这样讲的嘛。所以这整件事情呢，被钟小平一整个把它给引爆出来。那引爆出来之后呢，大家才突然发现几件事情。第一个，原来那个傅昆萁所提供给国民党的选项，你看这一整排这国民党是真的有很多人，这些名单上的都是合法申报的。OK， 合法申报的人，他们是用买的嘛？他们是用买的，跟战天下买。他们是跟战天下买，然后战天下买里面你看像黄仁呐，然后看吕玉玲呐、陈超明呐。然后李梅珍啦、鲁明哲啦、叶元之啦，叶元之还买了2笔然后里面还看到郑正乾啦、王宏威啦、李彦秀啦，这个还有连侯友宜都有在里面采购，所以你看名单里面洋洋洒一堆。然后大家再进去一看，里面还分作3种，哪3种呢？当你看到金额如果是28万7千多的呢，28万7300块的这个买的就是刚刚的修容美甲组。OK， 然后呢，这个里面呢，如果买的是这个环保袋的，买环保袋的金额呢大概是27万多，然后买的如果是买帽子是27万多，然后买环保袋是22万多，所以它还分作3种，所以人家说3选1，傅昆萁提供了3个选项。那这个3个选项呢，这个还不是让人家最讶异的，因为当我们发现里面还有分7件组跟8件组的时候，大家都很讶异。所以我第一时间一开始本来怀疑说，傅昆萁会不会是这个他送人家的送7件组，那我花钱买采购的人呢用8件组，要不然为什么有差1件的差别？你看这么多的国民党的委员，从上面的万美玲，你注意万美玲跟吕玉玲2个都在桃园你看你点看看他们都是8件组你这样一路算过来，1、2、3、4、5、6、7、8件组然后下面其他人呢，你看中间那个是罗廷伟的你看中间罗廷伟的1、2、3、4、5、6、7是7件组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明确的。国民党这里的拿到的有7件组跟8件组的差别，而小平我数过是7件组。然后你看这个黄建斌的部分呢，你看在这个地方，他从下面1、2、3、4、5、6、7，他是7件组。然后呢，邱正军的也是7件组。然后往下你看这个下面还可以看到叶元之的跟徐巧芯的，然后这看起来也都是7件组。所以呢，但为什么我说这里面很有趣因为叶元之是有申报，但里面呢没有看到那个巧芯有申报到这一笔的状况。所以呢，我把这个。看到修甲有看到这个修容组7件组或8件组没关系，反正它有修容组的这个秀出来的。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对照下申报的状况，目前我查到没有申报的，没有在申报上看到的是邱正军、万美玲、徐巧芯、黄建斌跟钟小平的部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呢，就刚好跟一开始我假设我自己被打脸，你知道吗？因为我本来想说。这个应该是7件组是用送的，8件组应该是自己花钱买的。可是呢，万美玲也是8件组啊，那怎么办？万美玲在申报部分会没有呢？所以呢，现在就不知道他们里面7件组跟8件组的这个采用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好，但是呢，在里面有一件事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里面至少有一件事是不用怀疑的，但是它同时也是带出来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意思呢？这个不管是7件组还是8件组你只要到阿里巴巴的找店家的网站，因为阿里巴巴。就是中国的阿里巴巴有一个网站，是你去找店家、找供应商，你只要找店家、找供应商，把产品内容输入进去，你就会找到这些店家跟供应商，他就出货给你，而且他还可以客制化出货。什么意思呢？你看像这个店家这个店家他就告诉你说，这个他一个这个修容组的7件组这个3个的话是3.8块人民币。那如果是3000个以上是3.6块人民币，那折合台币的话大概16.2块，大概16.2块。所以28块、30块以内要买这个16.2块呢，那个我们讲说战天下这个公司其实是赚不少啦。就以上这个国民党的立委的下单量来讲，那个至少赚200-300万以上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确实是他说是选举做个小生意确实是个小生意。所以呢，能不能找到发货地点？当然可以找到出货地点，而且我查过这个店家，他还客制化。什么意思叫客制化？刚刚各位有看到就上面这么多的国民党立委，每一个人印万美玲的印万美玲，印吕玉玲的吕玉，印这个罗廷伟的罗廷伟，印黄建斌的黄建斌，叶元之的就叶元之，前面都帮你可以客制化完，然后里面内容呢再一样带他出货。那店家其实是可以做得到。那五哥为什么我说这带出另外一个问题？这时候其实挑战的是台湾关于这个我们讲说对于贿选这件事情的标准的判断。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台湾自己市价要买到这么便宜的金额的修容组的7件组跟8件组，其实难度是很高的。可是呢，你透过跟中国去拉货，你是拉得到这个价格的。那这个时候你的所谓的市价的计算是要以台湾的市价计算，还是要以中国的市价去做计算？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贿选的标准判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会有争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特别把这一张再拉出来，因为不是只有修容组一个产品有类似的问题在台湾跟中国在拉货的时候，
物品的价值最后在市价上面会出现落差的，绝对不是只有修容组。今天你查了修容组，明天可能还会跑出其他的东西出来。OK， 我叫俊宪伟。我看到很多民进党委员针对这件事情，然后讲了很多，包括从选罢法开始，包括政治献金法、圣货联有没有涉及到，会不会有伪造文书什么的，全部都拿出来讲。所以你们在这部分，青黄刚讲的所有这些脉络里面，质疑的到底是哪一块？那第一个主要是钟小平嘛，他说这是送的，对，钟小平算是国民党内比较有道德良心的，坦白从宽，因为他揭发了柯文哲的贪污弊案，对不对？国民党另外一位打柯文哲的英雄就是林涛嘛，对不对？他阻止了蓝白合。我这是在处理黄珊珊的部分的。台湾的民众应该都很了解蓝白，我们是希望。我想问一下，小平会不会被开除党籍啊？好，所以但钟小平说他们根本没有付钱，好，他了。对了，他没有付钱嘛，那是所有的人，就只有钟小平没有付钱，没有付钱的约定是什么？是钟小平赖账嘛，赖皮。没有付钱的约定是什么？是钟小平赖账嘛，赖皮。还是什么原因？那这里面基本上当然也牵扯到申报了，没有申报的，那这个一定会有人去检举啦，那这刚刚呢，青委已经帮我们调查出来了，青委调查的非常详细嘛，原来修容组有2种嘛，一般人也不清楚，我一直知道7件组，我不知道还有8件组，有因为看起来很像，你要仔细去算，好，我不知道差异的那一只是做什么用的哈。但是也可以看出，原本一般人看到那个东西都不相信没有30块好，当然你也可以说，反正你脸皮厚，说它28块就28块嘛。但基本上这种价值的认定，确实会引起说，因为选民收到这个东西，会不会因此产生他的投票行为？以前所谓的贿选是这个因素。那现在这种送礼。这种送礼基本上也是希望增加选民对你的好印象。好，那傅明启是一个等于中央统包嘛，统筹嘛。如果说他一次买一大批来送给立委，好，那这样的在法律上算什么关系？对不对？就是说我一次大批采购，那一定会更便宜嘛。你们大家登记好，那一次下单。反正这是他们彼此互相约定。没有，可是应该不太可能，因为如果照那样有政治有申报嘛。申报是用买卖申报的，对，所以表示最起码买卖申报的这些委员，就是在你看到的是他是花钱去买到的这一批，所以应该就不是副委员傅总召一个人批了一大堆，然后张小平送1万，然后谁送1万？我听说以现在资料来看，这个你要查金流。对啊，对，这个是要查金流，你要查金流嘛，因为今天有人去告嘛。对啊。那就后面就调查。为什么要告？就是要司法单位来查，你才查得到他是不是真的付款啊？难道说这些有申报每个都付现金？也可以啊，所以说也可以。你只要脸皮够厚，反正就随便你讲嘛。司法也是要讲证据的嘛。只是大家跟一般的政治证据不一样嘛，政治证据跟司法证据是不一样。司法证据很严谨的，政治证据就是这个显不合理嘛，那我可能写呢。好，而且到接下来就是傅明启那时候大概就准备要当国会领袖了，因为他做这些动作的准备被选中交啦，好，那所以他等于应该那个名单就是所有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他都去接触了，大家都可以统一来。因为钟小平后来是没有当选嘛，对，但那时候他是候选人哦，对啊，对，他是立委候选人哦，好，所以那这个事情的反应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嘛。如果都没事的话，国民党内不会炸锅嘛。好像王宏威就很生气嘛。钟小平你不能代表我们。好，那是不是有猫腻在里面？如果大家都有申报，而且都诚实申报啊，金流也没问题，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那如果不是的话，那等于钟小平又掀开了一个很奇怪的锅盖啊，那里面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跑出来。林涛，这件事情会棘手吗？因为今天温朗东他们有去告。当然，你说他是告发了，告发的话，那检方还是要去彻查。
这些，我知道蓝营其实除了洪伟讲话，那蓝营包括副根警办公室也有讲话，说要查就来查，说都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刚刚青黄跟那个委员讲的那些猫腻，你可以帮他们解释一下。这题我一定是正面对决。OK， 其实我从青黄哥这边讲就是说他刚才提到这个刘仁照议员，告诉我们桃园的议员。那其实如果你去调资料，就知道以前在选举的时候，我就有质疑过刘仁照了，因为他还讲说啊，你们的这个小物啊，是不是超过30？结果我就拿出了一包面，阳春面这么大包，上面写刘仁照。那就明显超过30嘛，所以说没有啦，你干嘛扯我呢？我这样大批买整个价格就压下来了，就低于30了。这个逻辑用在蓝绿身上，就看你的数量嘛。OK。所以你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什么战天下，他的公司说什么在花莲啊，可是他可能进口这些东西可能在港口进来嘛，他就不一定要把这些运回花莲。就很多人说，怎么会特别去花莲买一个东西呢？我告诉大家，我们选举的时候。都看到人家背那个袋，就说：“你在哪里做的啊？”我说真的，如果他今天在台南，我们也冲去台南买，因为大批买有便宜有价格嘛，品质好，这个质量佳嘛，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这个我们讲到这个，不管是6件组、7件组或8件组，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它有这么多的细节哈，看起来是相当的好用。好，那可是最高有到20件组。那这产品这产品有2个层次，就是说它的大量买，目前看起来那个价单是压在30以下。那是30，有没有贿选的问题？对，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是你有没有申报的问题嘛？那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板子，这个板子上面所有的委员，有的是27万，有的是28万，品项跟数量有别，代表什么？代表你有拿在政治现金或者在政治选举的期间，你有拿，而且你有发，是有申报的。那我去了解说，为什么徐巧芯他有拿，但是他没有申报，上面贴贴纸，或是万美玲等等，他没有在选举发，他是选举期间结束之后那笔数量，他后来是选举之后发的，至少徐巧芯是如此。OK。所以在整个法规里面，第一个，他在价格大量，他是压在30底下。第二个，他在选举没有发，他不是竞选小物的申报范围，他选举没有发，拍谁？他放在他家仓库，最后选举完之后，你也不知道他会当选不当选嘛？你用什么钱付的？所以他才，如果你用政治现金账户付的，你要报。如果你是如果是政治现金小物，那当然是用政治现金来申报。可他不是政治现金小物，你说没有发也要报？不是。如果你支付你是用你政治现金的钱，那你要报。然后第三层，选前选后都一样。然后第3层，我现在讲得很清楚，刚才是30元，现在是申报不申报。第3个是有发的，像这些确实有发，然后有的是27万，是28万。各位好朋友，这一张恰巧证明是什么？证明国民党这些委员是合法申报，否则你怎么会列得出来嘞？否则你怎么会找出这些小物的内容呢？就是因为有申报嘛。所以我觉得这一题谈到现在就是也给大家一个政治实务。说真的，像我五哥，我就是0.99的卫生纸，那我还有其他的，我还有一个袋子，那袋子有的是10元，有的是15，甚至有的压9元，就是看你的数量。所以我知道那时候袋子是。大家共同买20万个，一个人分1万个，那价格就压到9到11元了嘛。这就是政治现金小物的实物。我还是觉得啦，有一些面太大包的，像是刘仁照，下次选举的时候不要再发了。有质疑就可以去检举，就可以去告发了。但是不是所有国民党都有申报嘛？根据青网的查的资料，还是有6个国民党，5个，5个是没有申报嘛。那刚刚那个林涛讲的那个。其实你就算你选举的时候没有发，只要你买这个东西是来自你的政治现金账户的钱，你都要申报。你只因为管你什么时候发。对，你要申报说这个东西我有没有买嘛？因为但是后面选后申报的这些资料还是要报给监察院。政治现金钱进去以后，你要任何质疑你都要有单据。而且它有几个限制规定。所以为什么柯文哲要从政治现金账户洗出来？洗现金出来就比较好用嘛。所以也不完全是每个国民党立委都有申报了但确实啦这种选举小物在选举上其实每个立委都会特别注意这一点。像我们都会去问你这多少钱？因为不必要给自己添加麻烦嘛。像我都觉得你送的东西就是一点小心意啦你说选民。会因为一包卫生纸而原本没有支持你就几包卫生纸感觉传来
但有一点是文宣的味道，酸团但是像这种大批采购大笔那么大阵仗，那当然会引起大家注意嘛。那其中为什么大家会特别关注到？因为是国民党都钟小平对不对？他有道德勇气说他根本没付钱，是这样开始的啊。可是义父，你看了这么多次的这些选举，但这会被讲出来，一个是因为占天下这家公司，包括他的负责人，那负责人说苏义顺。他以前在花莲 ，OK， 有人讲说他曾经做过傅昆萁的下属。那这个有很多人讲，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如果在选举选上立委以后，接下来就是包括院长、包括总召很多这一类的选举。那这个人是不是傅昆萁总召？也许好意，他介绍了这个公司，你们大家他可以拿到比较便宜，你们要不要去叫？还是有人送了钟小平多少组，其他人是不是也用送的？这跟包括院长、总召选举会不会有关系？或是这整件事情？刚讲到，从这件事情开始，包括前面刚才大家把柯文哲那个时候，包括政治现金的一些使用模式，也拿出来讲，木可公司的一些方式也拿出来讲，很多都被大家拿出来援引类比啦，不管到底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因为现在在罢免风潮嘛，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会拿出来，更何况是像这样的事，那不就讲翻天了？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媒体很早就有在讲嘛，就3选2的这种小物的问题嘛，当然后面是出自于占天下公司嘛，那大家都有申报，那你看到了很多人申报嘛，那申报一定有单据。今天我举个例，有没有可能性？我今天要给这个陈东豪东西，我叫了青黄去弄。顺便给他一张发票要报钱谁付？我送的，发票他拿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当然要去查嘛，哪有这么巧的事？这么多的立委，难道是有一个团购群组大家登记吗？然后登记完送货的时候是同一天送货，同一天付钱的，所以发票都开同一天发票全部开同一天。这太神奇了吧！这太神奇了吧！就算团购也不会同一天拿到东西呀。对，这个里面当然大家会有很多遐想嘛，很多遐想嘛，当然你说刚才讲徐小金，选举期间订了1万份，没有发，发了20几万，然后告诉人家说，我没有发，我选后才要发，会不会很奇怪？那你订这个干嘛？选后发，选前订，还没投票，这逻辑说得过去吗？周小平也是这样讲，小平讲说，你看他说送的时间点，那他说是送的嘛，对不对？他说送的时间点大概是准备选立法院长的时候，一切合法，选后才发，也没有做成竞选小物。他说的话，他的意思说他也是选后才发这些东西，他选举的时候没发。就你有收到跟敢不敢发的问题嘛？有些人觉得发下去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嘛，觉得这个会被价值，你就敢发，你就敢发嘛。所以有些时候其实也有人收到跟我说过，他没发，因为他觉得那个价值是不是那个价格？会不会是就算我花28一组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只要送人家，一定有人没事去检举我，那我还是要去说明，太麻烦，因为这个一看起来就觉得价值不菲，所以我就干脆不发1万组不是100组选前订了1万组，然后说我不发，选后拿去送邻居吗？小金就送邻里长还有他还捐了300套，他还捐了300套给人家做公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太不符合逻辑了。那占天下这一家公司。当然就很奇怪，占天下2017年是包谁的案子？占天下有2家，一个叫占天下整合行销，一个叫占天下股份有限公司嘛。那我们当然就说，侯友宜也有对啊，侯友宜15000块是在占天下整合行销，他还不是占天下股份公司那占天下其实成立很早，但你看到这一张图为什么拿这一张图？你注意看上面那个地址。花莲市富裕路2街29号其实这是占天下股份有限公司的地址。你一 Google 出来的时候，旁边跟你挂占天下整合行销。
那战天下整合行销2017年的时候做谁的生意？徐正惠哦，290几万。然后看来战天下那个时候大部分都是在做地方选举，地方选举。然后战天下股份有限公司，你突然发现，在做立委生意，那为什么你查这个地图旁边挂这一个？你说他们这2家公司没关系？这也让人觉得很奇怪嘛。然后你这个人，又是之前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为傅昆萁拉到县政府所用之人嘛，然后一直到监察院弹劾嘛。就说他兼任那个民宿公司的负责人嘛，那不能兼任嘛，然后等等的一些问题被弹劾嘛。那你说这里面没有问题？其实当初傅昆萁想选的是什么？想选的不是总召，院长，他想选的是院长。想选了院长以后，韩国瑜之后又想副院长。韩国瑜又找了这个江启臣，然后他又选总召。所以你说那时候是为了什么？而且这一些东西都是进行送到了服务处，送到了竞选总部，直接送过去，我就坦白说，有立委收到的时候，他根本事先不知情有这份东西送到总部来，他根本事先不知道，他是送到总部来的，他是不知道会送到总部，还是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东西要送来？之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会送来啊，他不是自己买的吗？这就好玩了啊！复发送来的时候还附发票，是不是？附收据，收据啊，好，对不对？我有特别问钟小平，林涛这个那个有收据吗？严重指控哦，这个没有，我就问他说有收据吗？他说那助理的处理我也不晓得有没有收据。小平聪明了，小平变聪明了啊！小平这件事情，小平那个是送到小平是送到服务处啦，有人是送到总部啦，那你说这里面，我就是主张啊，查清楚啦，查清楚啦，不要冤枉别人。好，因为很简单了，大家都说这边都说有申报嘛，林涛一直坚持是合法申报嘛，那钟小平有收到嘛，那有人没申报嘛，对不对？3种成分嘛，有人申报嘛，有人说是免费收到嘛，然后这几个人都没讲话，有钟小平有讲话钟小平有讲话，好，其他人都到现在都没讲话他们是有申报吗？没有啊，他们没申报啊。其他人都到现在都没讲话他们是有申报吗？没有啊，他们没申报啊。这个板子借我一下。对，他们没申报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很有趣吗？因为你看这5个，对不对？前面没讲话，你不知道数量跟送的时机点，你也不知道单子。但这个有嘛？所以这个有时候没申报嘛，哈，那就自己要负责嘛。对，他是人家送他的，对，就自己负责。他是送的嘛。无论如何，人家送你或怎么样，申报责任在你身上。你敢讲，你就要申报；你没有申报，就应该那这些人也讲一下嘛。没有，那所以现在可以确定，我就说嘛，这5个可以确定的是第5个嘛，对不对？这合理吧？好，合理。对，那4个到底有没有还是什么状况？还要再问一下。有没有？我觉得不要太凹了啦。我觉得真的不用太凹了啦。你去看那个截图，那一个我那个截图是删掉了啦。就是徐小新送那个300份的时候，那个摆在桌上的截图啊。跟这个团体跟这一些人的设计有什么不一样啦？我再回去努力找那个删掉的截图给你看，看能不能300份会复原啊？检察官可以帮你复原，复原。好多，那我手机交给检察官了。他有捐，人家还拍 FB 上面还公开感谢徐小新捐300套，把那个修容组全部摆在桌上的嘛。我这个有印象。那截图我之前还刻意把它截下来的嘛，因为我知道那个修容组的，因为我知道那个修容组的来源呐，所以我一定要把它留要干什么？你留要干什么？你看
不防之需嘛，现在就有用了嘛，以备不防之需嘛。可惜我把它删掉了嘛，我怎么知道现在会有用，对不对？我想说是留的有用，然后太久了。不是手机容量也不差那一张图啊，你。然后我就想说啊，这么久了啊，删掉好了。谁晓得不时之需，结果还是 lost 掉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件事情会不会因为今天哈，像温朗东他们有去告发以后，势必这件事要查。那如果真的一切都没有问题，我觉得也要公告大家，然后公告周知，不要冤枉人。但真的往下查，会不会有一些的刚刚来宾讲的有一些蛛丝马迹或猫腻在里面？好，那就要看后续一切发展。但现在眼下你会发现那个大罢免，创下，我看了一下数字啊。我们的区域委员、区域立委也不过70席，73加原住民79，我们被送了51席哦。对啊，我们已经超越美国的其中选举了。对啊，已经是2/3左右了。对啊，哇，这一路这样打下去，那不得了哎。基本上其实刚刚讲的，你说这到底有没有漏报啊，有没有馈赠啊？其实坦白讲，那个东西到最后大罢免都不是核心因素。但是为什么这个议题会烧起来？现在就讲所有东西就会连贯下去嘛，叫做附水组织的认证，这才是关键。原来这些立委，所以那个口号会继续延续，罢免某某某就是罢免傅昆萁。因为所有的你那个正当性，每个立委他就说他可能你有好几个立委连走在路上人家都不认得嘛，他到底有什么劣迹？没有，可是你们都跟傅昆萁有关，你们都是傅昆萁的附水组织，所以其实这里面不是只是法律的问题。是政治上，你们都是傅昆萁附水组织，所以其实这个大罢免就会这个时候烧下去，而这样烧下去之后，当然就会变成是一个全方位。然后当然另外一个状况呢，这大罢免呢后面也变得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就是民进党，为什么？因为民进党本来呢要去这个你这整个烧下去之后，你今年1整年，你到底在处理的？这个变成所有，你说你只在处理罢免这些事情吗？还是国政？因为毕竟民进党当家对嘛，总要处理嘛，对不对？然后总要处理的时候，那你如果整个台湾社会氛围通通都是罢免，选举，那整个社会是很浮动的。那在浮动的时候呢，你要知道的是，我说这为什么是因为被罢免这些，今年呢你就发现都会区的好处是什么？交通方便，所以民团非常比民进党聪明。利用了交通工具，利用了交通的集结点，达成了这样的数据，然后2阶段也会冲上去。那冲上去之后，你全台湾都变成是你民进党要不要介入？不能介入，不介入，民团不会原谅你们。但是你民进党有没有论述引导这个罢免分项？因为其实这个论述其实有一点点是社会上很危险，所以林居介委员其实很聪明，一早就看到了。你的论述如果现在是整个最好的论述，最容易动员的论述是走向最对立的，所以现在是铲除台阶，可是你真的到了第3阶段投票的时候，台湾社会对于是不是要走到这么极端的敌我分明，恐怕那个想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是接下来一个民进党要去面对。然后第3个是罢免成功之后，你都是在蓝区，补选呢，然后补完，国会结构没变，那不是白忙一场。所以我说，其实民进党在这里面要去想清楚他们的节奏、他们的战略目标，不然到时候到了10月秋决之后，结构，民进党一定要去思考这个结构是什么问题。但是国民党呢，你要以罢制罢，你就要控制好所有的情况，因为你就不要让那个散弹打鸟，一个萝卜蹲完这个换这个蹲，换这个蹲，那蹲的乱七八糟，国民党你要有一个节奏啊！你现在就是好吧，你罢免我也发表罢免，就。义夫最常讲的吧，1阶段国民党都没问题，你不要2阶段的时候啊，到了520前后，大概第2阶段的认证会出来，因为25天，因为是第2对不对？党员名册有没有这么多人？对啊，蛮麻烦的。到时候你那个51个突然被删掉10几个，都是民进党的没过，那国民党气势就等于造势活动全部没气了。那你国民党的以罢制罢目标在哪边？或者要故意玩林俊宪一样？偏偏没有陈亭妃，对不对？台南的那边，你这种玩法，所以我就会看到说，其实现在国民党呢有一点点散弹打鸟，然后不知道怎么因应，然后也没有总体策略。而民进党现在就是还是我最喜欢讲的，你不领导，就会被人领导，这个形势已经下去了。后面你的战略目标、你的政治论述，不然整个台湾这一整年一直弄到10月。然后生活上包含我们今天赖总统也特别开国安会议了嘛，
川普有什么海啸还不知道，而且川普跟你讲的叫对等关税，重点不在关税啦，是川普怎么定义对等。那台湾到时候台积电，我相信他都能够处理，但是有哪些产业会被波及？恐怕其实民进党要面临的考验其实很多，所以今年我会觉得是3大考验：大罢免、大爆炸，还有大迁徙。台湾的很多企业，在现在的情况里面，过去是西进，过去是南进，现在要跨过太平洋到美国去，那产生什么效应？其实这里面都是整个民进党要去想清楚，因为你是执政当家。OK， 东好。刚才讲到说，这整个大罢免现在已经送了这么多，你可以算得到，在20号以前一定还会有送的，因为那会越来越多而已。可是几个主轴啦，那几个主轴，一个是创家当然讲说，为什么这些委员会牵扯，是不是跟副根级总召之间就拿这个来打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拿白银的一些话题，反正白银不能罢，就是白银所有创造出来一些的话题，全部都摆在蓝营身上，这另外一个。当曹兴诚当徐小清委员那一个区域的领衔人的时候，整个主轴还有一个被拉出来的，就是所谓的反共保台，这所有这一块，包括这2天又看到媒体上面在讲说，国民党委员有没有要推所谓的国安战略法？国安战略法某种程度，大家讲总统权责在这里头会不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当然背后一定又被牵扯出来，跟老共之间的关系、两岸之间的关系，我们会不会台湾被卖掉，类似这些话题。所以这些整个主轴看起来的话，尤其如果以曹兴诚领衔的角度之下的话，反共或是两岸之间再把国安战略法摆进来，那个卖不卖台、反不反共，所有这些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吗？会有机会变成一个主轴，至少是一根哈，因为几个主轴里面有像卖台不卖台这个事情哈，它能不能吸引40岁以下的，我就稍微保留一点。可是，在蓝绿的基本盘里面，这个很容易动员。然后还有些议题能不能推动的是浅蓝浅绿，不要把蓝的想成一大块完整的，它还是有浅蓝跟浅绿。1年前的柯文哲有拿到浅蓝票，有拿到浅蓝票。我先讲这个哈，这个到时候要不要提出来，要看国民党怎么想哈。但是这个法案很有趣啊，叫做《国家安全战略法》草案啊，就是说国家安全本来是总统职权嘛，那行政院也没有什么国家安全部嘛，没有嘛，没有。那我们那个有一些汇报，那这个法里面写很多东西啊，它第1条里面开宗明义就讲说不得违反中华民国宪法，在最下面都完全，我感觉那个有点最后面加上去的，就是前面第1条嘛，说明主旨啊什么的，忽然间单独跑出一行啊，这个不能就是这个不能违反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后面呢，我稍微讲一下。后面就很奇怪啊，因为这涉及到的问题啊，它不一定会在大罢免发酵。可是呢，因为国民党这1年来立了很多法，修了很多法，这里面把国家安全战略汇报召集人变成是行政院院长。那我们知道我们宪法架构里面增修条文之后，国家安全、国安、外交、两岸都已经是总统。那行政院长变成，因为他这个法要规范所有的资源预算都要到这个法的范畴里面。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说立法要监督嘛，国家安全预算分数在各个不同的部门，那你要有一个统合，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行政院长变成召集人的时候，副院长变成副召集人，然后他跟总统那个架构之间，在这个法里面你是看不到的，这个法里面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就有13条，然后国家安全战略汇报变成是行政院的，那总统那一端是什么？好，可是这个啊，就是国民党修法里面呢，因为在立法院它是多数党，多数联盟。修法的时候为什么会搞出大罢免？就是因为修法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没有讲清楚，或者有些修法让你觉得甚至可能越搞越麻烦，甚至是开倒车。比如讲现在那个身份证的事情，身份证的事情，公投法有，我们公投的时候要附身份证。OK。那记不记得那时候附身份证的理由是什么？避免死亡联署，避免被假冒嘛。就说身份证我也没意见，附身份证我也没意见，虽然有各自的问题，但是因为公投法已经有了嘛。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说最近国民党联署了几个案子，这个立委罢免，你发现那个冒名签署或者死亡联署问题，可能有没有身份证影本这件事情跟解决那个问题之间，忽然间变得没有关系。
变得没有关系。人家国民党贯彻传统啊。好，那这个不讲，我就说好的，怎么样的一个在野党会让你有信心？就是他所立的法可以抓住这个社会的脉动。他立的法立了之后呢，你发现这个社会因此而获益。我现在看到有点要脱钩，没有关系。好，那回过头来，立法院有没有乱？很乱。反共不反共，这是其中会是一个轴。还有因为曹金城一直主打这个，对，这是曹金城。可是我不懂，那打巧心为什么要主打这个？因为他就是把小心也讲成是红的嘛。好，但是3千件预算，对，这个钱要扶起来，扶起来，扶起来就有钱的那一段影片。可是大罢免最后能不能成功，是不是靠这个就够？这个我有点保留。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事情绝对很容易，一般社会大众很容易理解，傅昆萁，对，好不好？在讲战天下的时候，如果没有傅昆萁3个字的时候，你会对战天下有兴趣吗？没有兴趣啦。可是当战天下跟傅昆萁3个字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社会很容易理解傅昆萁呀。就到底那个27、8万那个到底是有没有付钱嘛？就一句话嘛，那个是送的，是真的是用送是还是买的？是给货到付发票，还是真的花钱买的嘛？那刑责有没有很重？还好我在猜大概就是这个罚钱了事了。可是大家好奇的是，到底你有没有说实话嘛？那因为又是傅昆萁，然后傅昆萁又跟黄国昌连接在一起，就是为什么要搞罢免法？就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是1月10几号还是20号就通过总预算案的？1月21号。再过1个礼拜，那个总预算就满1个月了。还没说要怎么出去啊？会不会中华民国宪政会闹了一个笑话，就是总预算到了3、4月了，都还送不出去？千万不要搞到今年结束了，2025年的总预算还没出去哈。千万不要搞到今年结束了，2025年的总预算还没出去哈，千万不要发生这种笑话哈。所有的能量是累积出来的。OK。那对于赖清德总统来讲，因为他是民进党党主席，他看到这个东西，我跟你讲，你要让人家知道领导，那是曹兴诚领导还是谁来领导？在第1阶段、第2阶段之后，有第3阶段，你怎么去诉求？这个社会怎么想？这就很重要。军宪委，你也列明在第1阶段里头，然后你说那根本是鬼故事，然后你说你从来都没看到有什么联署战这些，那你觉得这鬼故事接下来呢？我有讲鬼故事吗？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联署，如果是公民团体发起的，其实不容易。就算是1阶段，只有1%的公民要联署。他们还要去宣传设联署站，中间有很多志工，因为那个表格不好填一般人去写都会写错，对，还有志工来告诉你，教你怎么填，然后再帮他检查。因为我记得东豪好像在那个郑传媒节目上面有讲，连那个数字，我自己讲，我自己写我的名字第1个字就写错了。什么？你的名字第1个字会写错？因为尔东城嘛，但是我们通常在签名的时候，我领通告费的时候。我通常不会把耳朵写起来，我通常一笔就带过了。那个就不对啦。那不行，不行啊！我第2个字没有写错，我第3个字又错了，因为我的号下面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那个一笔一勾，它写得很端正。我叫上一夫写一个1、2、3、4的1国字，对，他一写就错，为什么？因为那个宝盖没有写好。这样不行吗？当然不行。这个人很恶劣，他只是问我你会不会写国字1、2、3、4而已，他没有告诉我说你要正楷写1、2、3、4。有，你回去看那个袋子还在，我前面讲正楷，我有讲正楷。有，我有。所以一份联署书，你如果要写到3、4次，大概那一份联署书大概要写个15分钟。所以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如果要送去的话，就会被踢掉。对。然后其实我们后来还在讨论，我还跟那个志工在讨论。地址，地址身份证上是阿拉伯数字，
可是中选会要的到底是阿拉伯数字还是国字？所以我才会考上一副说1、2、3、4的1你会不会写？但是你现在会写？他们家是1楼啊。我当然会写啊！哦，你会哈？他现在知道那个宝盖要写得很清楚。OK， 所以由刚东老讲，你就知道，联署要完成一张不容易，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志工了？OK， 就是说比较保险，不会被退了。对，为什么你的1%通常你要联署到1.5%或者2%？比较1倍了，比较保险了。所以如果说你也没有设联署站，也没有宣传，也没有看到志工，你可以无声无息的送出3000份，哇，这个太厉害了。人家只要1个党工负责就可以了。不是你们要找很多志工，只有1个党工也会出问题，因为笔记都会一样。对，就这个显不合理嘛。罢免是公民的权利，我们尊重嘛。但是你看前几天不是下雨啊，很冷啊，志工都在街头啦，在公园啦，甚至很多店，你要这样联署，他1%才收集得起来。结果我被罢免的那些联署书是直接就送一次就跑出3000份来，你说毫无动静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下给你联署个3000份。这个我是觉得有不合理，但是如果你是伪造的，就是说有中央工厂或者别人代签的，那这个是违法。我认为我们要尊重，而且要保障合法的罢免。但是对于那些伪造、就是那种假造的罢免，那你这个是破坏民主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提告。这一定要告他。OK， 好，再来，从现在开始进入大罢免时代。51个选区嘛，那有一个地方可以来检证了，因为他接下来进入第2阶段，最后再进入一个要投票嘛。如果有通过2阶段的话，那大概可能到年底了，大概9月了，8月9月，所以接下来的立法院这个会期跟下个会期，本年度的立法院，我跟各位保证一定会变得比较正常。OK， 所以你那些所谓的奇奇怪怪的法案，我认为每个党团立委盘算的就是不要再增加仇恨值。如果国民党认为他之前做的是对，那再继续冲嘛，冲给我看嘛。如果国民党认为他是在强力监督，你看他走为拢有得利，那你就继续嘛。党产条例拿出来修啊，国安法拿出来修啊，国民党准备要修这个啊，你把党产条例，我看你敢不敢动啊？所以现在开始到今年，应该是可能算是国会一定会跟之前的会有很大不同。因为大家知道嘛，这个罢免就是仇恨嘛，仇恨动员嘛，那选举是爱的动员嘛，我爱你，所以我来投你嘛。那罢免不一样罢免因为它不是一般大选，它投票率也会比较低，所以只有真的恨你的，他才会离开家跑去了。所以接下来的应该是有引起争议的那些法案大概就会比较降低。我看那个国民党马上就提他有什么10大民生法案，还有1万块对，他过去喊了1年，我们没看到民生法案嘛。他的各党的盘算不一样。对于黄国昌来讲，民众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国民党会趴下来了，会比较低调了。那黄国昌因为他们8席都没有罢免的问题。所以那是他发挥最好的时候，而且他会比国民党表现得更激烈。你拿2个党主席来比，就朱立伦跟黄国昌来讲比的话，朱立伦就保守多了。因为他面对他下面的立委，每个选区状况很大不同黄国昌不会这样代际，他会利用现在开始的这个期间，他成为反绿的一个共主，对的一个指标嘛。那相对民进党，刚刚创教讲的，就我原来的主张就是，民进党如果有2阶段通过的选区，那你一定要全力投入。尤其在论述方面，虽然如果就算有2阶段罢免投票成功，虽然可能是蓝区的话，可能还是蓝营上，但是你补选的气势会完全不同。OK， 因为如果你都可以把它拉下来，那整个社会氛围不一样有时候选举一个政党的气势会高于候选人个人条件。比如我不敢说一定赢啦，但赢的机会很大啦。比如说我们把桃园的立委打下来，
除非国民党换上优秀的林涛这种啊，那我们就很困难，不会被你每一个地方，你李明前在这的时候，你就抢李彦秀，林涛个人条件不一样。显然你对像林涛这种，我们就很难对。OK。但基本上只要罢免能够成功，就是说罢免投票能够成功，那民进党补选赢的机会，就算是蓝区，那机会绝对大。所以你民进党不可能完全缺席了，或者你到时候你凭什么来参与补选？我不敢说一定赢啦，但赢的机会很大啦。比如说我们把桃园的立委打下来，除非国民党换上优秀的林涛这种啊，那我们就很困难，不会被你每一个地方，你李明前在这的时候，你就抢李彦秀，林涛个人条件不一样。显然你对像林涛这种，我们就很难对。OK。但基本上只要罢免能够成功，就是说罢免投票能够成功。那民进党补选赢的机会，就算是蓝区，那机会绝对大。所以你民进党不可能完全缺席了，或者你到时候你凭什么来参与补选？而且罢团可能会反噬过来，对嘛？那蓝绿的状况都一样。好，所以每个政党对于处理接下来的大罢免都有不同的思考角度，那处理手法也当然也相对不同。民进党执政，那现在不可能说这个时间点他站到前面去主导嘛，他一定希望说能够谈。能够处理，大家尽量来谈。就像总预算现在啊，不是民进党问题了，也是立法院韩国瑜的问题，也是多数党蓝白的问题了。所以希望，因为在大罢免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公民给各党的压力了，那黄国昌除外了，给蓝绿的一个压力，那看大家能不能啊有没有机会在这个状况下啊能够有一定的协商出来。林涛。基本上我也不会去说林俊宪委员接下来参与台南市长的 ABCDE 啦，因为基本上我们就是觉得说每一个人就有他自己的步伐嘛，可是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还是谈到一个标准的问题，就如果今天你在讲说当时候是签名就按照旧法去签名，不用身份证，然后你还讲说，那我们国民党想要用身份证让这个资讯这个确认人别来做这个联署的时候，你不要，然后再讲说，看。现在签名很多造假，你看签的又不是郑凯，主席还直接说要他们的什么律师团什么打假。对呀，又不是郑凯，那当时候要我们在推新法要身份证，你又不要，然后现在讲说身份证，身份证也会造假，通通眼尖，就是你心中觉得是假，你心中看到什么都是假，你心中坏看什么都是坏，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可以检验的是一个双重标准。第二个。那别人就是你去罢这个国民党说，好多这个民团他罢免你真有道理，自己被罢说你干嘛恶罢？你干嘛恶罢？我又没有开联署站，为什么我这些突然出现？我真的觉得啦，因为罢免是人民的权利，我一直强调蓝绿白，你要罢你就罢，然后你的理由不要一直换来换去，因为到基隆谢国良就是这样。理由一直换到最后大日商场，他最原始的理由被告输了，就全部都失败。所以我觉得回到一点，罢免是人民的权利，然后呢，不要一下旧法新法跳来跳去，一下旧法又在批评旧法，然后到最后罢免被罢免，自己被罢免又说，大家就要恶罢，不要双标吧。来了，我简单回应一句，这里的所谓假是有联署罢免的人，他出来说我根本没有联署，请问这算不算假？这个还用讲吗？那如果身份证这样的状况会减少很多嘛？因为你毕竟要拿到本人的身份证嘛。那你要不要赞成新法呢？可以啊，但你下届开始实施啊。所以林俊宪委员赞成新法，在时候一直党还复议。民进党的主张是这样：第一个，你如果增加罢免的困难度，我反对。那你国民党硬要多数表决说你要付身份证，这以前黄国昌就反对。那你应该至少要从下届开始，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一届跟选民的约定就是依照这个选罢法就任的嘛，那你应该依照这个原来的法律来可以来罢免。法律不是这样解释的，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本来就是这是一个公民跟公民之间的一个契约约定，这个人看法不同。那你认为说你今天可以改这样，那明天也可以改了。每个会去改来改去，所以如果你现在就把它变得更难罢免，那表示说我们跟选民的约定被你破坏了嘛？那你这不是自肥吗？就我们本届的立委自肥。OK， 卷委简单回应一下，包括吴春成的那个壮世代促进法，你有以前那个提案，然后
要把它废掉嘛，对不对？对。虽然他已经说那个什么商标那些啊，他都已经那个专属线他都已经撤掉，但你觉得不因为他撤掉，所以你们在未来在立法院这个会期，因为要看白营跟蓝营怎么表态嘛。但你们的话，其实这个法案不见得会过嘛。那你们接下来呢？其实吴镇成最好的表态就是赞成废掉这个法律嘛。要不然你什么放弃商标权？他只说他不使用而已。那如果那他旁边周边的什么很多协会什么都被他霸占住了。那我们用这样来看这个很明显，其实就一个国会，就是一个立法委员的行径，这个很不好了。因为现在挖了越来越多越深嘛。他拿的标案是很多的，而且他全家族都在搞壮世代这个产业。那而且你看他立法的那个主张，是把他自创的名词要变成法律名词。把壮世代变成一个法律规范。然后各单位如果不要的预算就冻结。你没有改成壮世代，中壮年都不行。什么中老年都不行。然后还要求你要花钱在这个产业上，他等于是很清楚的一个自肥嘛。其实我觉得这个就算是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该容许你的党内有出现。所以你们会叫蓝营的个别委员表态？我也觉得，让这个事情能够跳过去最快的，应该就是直接把这个法律给废除。OK， 我认为民众党这黄国昌你凭道德不是最高的吗？应该是要来支持民进党这个法案才是治清最好的一个方法嘛。OK， 现在看起来，来邱王最后第一个，明天民众党选党主席，目前看起来应该黄国昌当选的几率应该是高。而在这整个过程，包括刚刚讲到壮世代啦，所有这些相关的一些的法案，可是黄国昌我跟你讲有什么问题？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样一些问题？所以你觉得第一个，如果黄国昌明天在选战的过程中，他真的当选了民众党的党主席，在未来第一个，如果要碰到竞选委员所提的，要把那个状态促进法这些整个废掉或什么，你觉得他们在未来要做什么表态？让这个事情能够跳过去最快的，应该就是直接把这个法律给废除。OK， 我认为民众党这黄国昌你凭道德不是最高的吗？应该是要来支持民进党这个法案才是治清最好的一个方法嘛。OK， 现在看起来，来邱王最后第一个，明天民众党选党主席，目前看起来应该黄国昌当选的几率应该是高。而在这整个过程，包括刚刚讲到壮世代啦，所有这些相关的一些的法案，可是黄国昌我跟你讲有什么问题？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样一些问题？所以你觉得第一个，如果黄国昌明天在选战的过程中，他真的当选了民众党的党主席，在未来第一个，如果要碰到竞选委员所提的，要把那个状态促进法这些整个废掉或什么，你觉得他们在未来要做什么表态？我觉得黄国昌呢，像他当然在这个党主席选举之前呢，他表达态度是一件事情，但他党主席确定之后表达的态度，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值得观察，值得观察。因为黄国昌呢重视的呢，其实3件事情嘛。第一个事情是他手上有多少筹码嘛，第二个是他声量的状况嘛，第三个是他做这件事情协助他媒体的曝光能够有多少嘛。尤其是声量这件事情是黄国昌观察的指标。那特别是黄国昌的强项是空战，所以我相信黄国昌最讨厌人家每次在他开直播的时候，下面洗一整排的壮世代，这看怎么看都觉得不会好看嘛。尤其是最近跟他有关的，他的脸书下方也会一堆人去洗壮世代这3个字。所以呢，这个壮世代这件事情，如果对着黄国昌如影随形，要一路洗到明年2026去的话，我觉得这不是黄国昌愿意想看到的事情啦。所以在民众党的党主席确定之前，黄国昌的态度呢是一件事情，但民众党党主席之后，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媒体有在写到说，这个用内幕在讲说，这个蔡壁如对黄国昌的一些质疑，到之后呢会变成那个内部的隐忧。好，我直接这样讲，这个不会是什么隐忧啦，因为这其实就是民众党党内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啦。什么意思呢？因为蔡壁如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呢，因为他贴图很有意思你说那个两个赖上面的 logo 一个是民众党的 logo， 对，另外一个把民众党 logo 从那一个绿色呢变成是像那个什么，变成是黄色的样子，意思就是呢，黄国昌是带着时代力量的人，然后进来把民众党给黄化，把民众党给黄化。他那个重字，他那个重字下面那个人也改成力啊，加了一个力字，对，加个力字，对。
所以他的意思其实很明显，就是黄国昌呢就是要拿时代力量啊过去他的人马来取代掉民众党现在这些人马。他意思其实讲得很清楚嘛。那所以呢，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呢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很简单，不是现在的事情哦，是黄国昌到民众党去的时候，本来就带着过去他时代力量跟他关系很好的一些人一起到民众党去了嘛，包括时代力量的前秘书长啊，这些也都跟着黄国昌，现在是黄国昌办公室里面的人啊，就一起到这个民众党去了。所以对黄国昌来讲，之前他不是党主席哦，所以等于说党中央的这些人事，这都跟黄国昌是无关的哦。可是你要想说，明天确立了这个民众党中央党权的归属之后，党中央的人事，请问是不是黄国昌说了算？当然是黄国昌说了算。还有2年条款，对啊，也应该是他说了算。2年条款也是，2年条款一定是看他的态度。然后呢，党机器也是，所以你可以确定的是，当民众党党主席确定之后，第一件事情会发生的就是民众党的党机器。到时候呢，秘书长是谁，副秘书长是谁，哪些人事，哪些主任是谁，这个一定是黄国昌第一波他自己要换上自己的呢这个人马嘛，所以这一定必然会发生的事情。那第二个，当这个党中央的机器归属确定了之后，就是处理这所谓的2年条款要处理不处理的事情嘛。然后接下去呢，就会是民众党由黄国昌为首，然后开始在面对2026的布局了嘛。因为2026布局，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黄国昌在过去这2个礼拜的时候，就已经在垫高他在2026的筹码了嘛，所以他才会跑到宜兰这个地方跟陈琬惠去同台合体嘛。所以这些都是黄国昌在垫高筹码的动作，所以可预见了未来这1年黄国昌会做什么事情。不断的在他们无法被罢免的罢免舞台上面，开始不断的加温升温，反正到最后烫到的都不是民众党的立委，到最后烫到的跟他们无关。但是呢，所有跟罢免舞台的声量，他都要把它纳进来，当做他声量垫高的养分嘛。所以就是未来1年会发生的事情呢。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也可以预见到一件事情啊，对黄国昌来讲，其实我之前在5个节目就有讲过。柯文哲这3个字不必然是黄国昌未来1年他一定要背在身上的题目。那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黄国昌已经多久没有大讲特讲跟柯文哲这件有关的事情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然后在民众党党主席辩论的时候，陈佩琪要特别发文陈佩琪发文是为什么？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边还有柯文哲这件案子在这里。所以陈佩琪的发文发完了之后，第一次发的时候，大家还有注意哦。陈佩琪不是只有在辩论的时候发那一篇哦，陈佩琪发了第2篇的时候，我们就问一件事：后来你有看到过去这1个礼拜有多少政论节目讨论他第2篇发文？很少比重几乎很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接下去会看到的是黄国昌除了巩固党权、建立党权、建立党机器，在罢免舞台，然后这个发光发热之外，第3件事情就是柯文哲这件事情有可能就慢慢的淡去，而那个时间点，可能吴春成的事情，他也会陆续的会变成他处理的路障。OK， 在未来明天民众党的党主席选举完以后，到底最后谁是民众党的党主席？而民众党的走向，因为毕竟8席非常的关键，在未来的国会里头，蓝绿白之间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性？而整个大罢免风潮之下，还会有哪一些事？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面对面，我们下周见，拜拜。